间里面能力我们清晰的进行这就给题了还有我们的每一组赛项里面都设有2个选手，2个选手一个是主的，一个辅的希望这2个选手能够配合起来做一个事情把这个事情做好主的选手呢可能讲主要的东西，辅的要补充完善，这2个是缺一不可的所以这个赛项呢也是体现我们一个团队作战的一个精神团队作战一个精神。所以在今天几项比赛里面也希望我们的评委能够给我们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也希望我们的选手能够拿出自己最旺盛的精力最精彩的表现来展现我们的技能，我们的素质，我们的这个内涵，好吧？今天呢，我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评委这么早到来，也感谢我们这个选手这么多天这个努力的备赛，好，谢谢大家。刚才李校长讲了我们这次调出内部的苏志怡，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市场定位策略。下面我将从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这样教3大板块进行分析。首先是第一板块，教什么。在这里我将从教材分析、教学目标分析和教学重难点进行分析。首先是教材分析，本课程面向中职2年级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所用教材是东北大学出版社夏庆安主编的《市场营销理论与实务》一书，所选内容是第4单元任务3的市场定位策略。本节课尤为重要，一方面是对市场细分、目标市场策略这一知识点的延伸，另一方面又为学习下一单元产品策略做铺垫，因而学好本节课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下面是教学目标分析，大家可以看到 PPT 上面展示的就是我的3维目标。首先是第一个目标，知识与技能目标，80%的学生在上课过程中能够掌握市场定位的3种策略，剩下20%的学生通过课后请教同学、请教老师，也能够掌握该知识点。第二个是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小组探究合作学习，80%的学生能够准确分析出具体产品所采用的市场定位策略，并把所学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第3个是情感与态度目标，通过自主探究、合作交流，探索学习市场营销的乐趣，使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的好习惯，并促使学生融入集体，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根据教材和教学目标分析，结合新课标对本节课的要求，确定我的重难点如下。首先是重点是市场定位的3种策略，难点是准确分析出具体产品所采用的定位策略。下面进入到第2个板块，怎么教？这里面将会对学情和教学教法进行分析。首先是学情分析，大家可以看到 PPT 上面展示的正是我的具体的教学对象，本校2年级电子商务2班的学生。通过半个学期的学习，我发现他们具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的特点：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市场营销知识，对学习市场营销课程的学习兴趣相对较高。他们最喜欢的教学方法是案例教学法。根据
据短板理论，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的薄弱环节。我发现他们的分析能力和自学能力相对较差，因此我会在后面重点培养他们的这个能力。结合刚刚的学情分析，确定我本节课的教学教法如下：教法是案例教学法，而学生相对应的学法是自主学习法和小组探究学习法。下面进入到第3个环节，为什么这样教？这里将对教学过程进行分析以及板书设计。首先是教学过程分析，为有序有效的进行教学，我设计如下几个教学环节。大家可以看到 PPT 上面展示的就是我的所有的教学环节，以及每个教学环节所采用的时间。所有的教学环节共用45分钟，共计1个课时。首先是课前导入环节，将利用3分钟的时间进行课前导入，让同学们去看到 PPT 上面展示的广告语，对同学进行提问。看到这些广告语，你将想到的是一些什么产品呢？然后学生回答了以后，再提出疑问，为什么你们会想到的是这些产品，而不是别的产品呢？带着问题进入到第2个环节，探索新知环节。根据学校推行的3个1/3教学理念，我将用15分钟的时间进行新知讲课。课堂导入之后，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先不做回答，让学生带着疑问进入到这个学习新知识。这里面我将采用的是案例教学法的方法进行设计意图，让采用学生喜欢的教学方法教学，可以提升学生对课堂的学习兴趣。此外，案例教学法可以让学生对知识点理解得更加的透彻。学习新知之后，进行3分钟的任务布置，把全班分成3组，每一组代表1个产品，让学生去讨论分析所代表产品采用何种市场定位策略，并说明理由。任务布置完之后，进入到小组探究环节，利用10分钟的时间，让每一组的学生进行小组探究合作学习。这个过程中，老师从旁巡视，给予适当的指导，解决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不明白的问题。设计意图：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这个过程正是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了学生，培养了学生的分析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小组探究之后，进入到师生互评环节，利用10分钟的时间，让每一组的同学派1个代表进行发言，说出他们的答案，再让其他的组的同学进行对他的点评，最后进行老师的总评。老师给予表现的较好的学生给予肯定与激励，对表现不太好的学生给予激励。设计意图：给予学生在上课过程中更多的表现机会，让学生有更多的学习成就感。最后，利用4分钟的时间进行课后总结和作业布置。课后作业布置的内容，大家可以看到 PPT 上面展示的就是我的课后作业布置内容。设计意图：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学会把所学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同时，现在是信息化教学时代，我们要让学生学会利用现代化技术平台进行学习。最后是我的板书设计。大家可以看到 PPT 上面展示的就是我的板书的设计的内容。以上就是我说课的全部内容，下面请我的指导老师进行发言。大家好，我是苏老师的指导老师。作为指导老师，我对苏老师的说课内容进行一些补充说明。首先，在苏老师的说课内容中，他重新定位了师生在教学中的地位，突出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